大家好，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前阵子因为参加走中奖来了高雄，就顺便去几个渔港，想找一下北部少见的鱼来吃看看。今天来到蚵仔寮渔港，这个直销中心就是鱼市场，规划的很像之前去日本看到的那几个。前半部规划吃东西的店面，外围的摊位有卖蔬菜的啦、零食什么的。蚵仔寮是台湾首座、亚洲第二座取得食品安全管制系统 HACCP 认证的鱼会加工厂以及鱼市场，所以整体都规划得非常好。我觉得跟日本的清空鱼市几乎一样，而且光是制冰厂就有2台机组，超屌。台湾很多渔港连1台制冰机都没有，连冰块都没有，就不用谈什么品质了。我很好奇，当初是什么契机，能在封闭保守的台湾渔业环境中成功推动这个案子？我们后面再来谈谈。现在先买鱼。哇塞，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金面码头了，就是那种大家都说有，但是你从来没买到过的鱼。我以前只有看到过照片，而且就只有这一尾。你看这个光泽，这个僵直，这个黏膜，都不需要有任何的迟疑。绝对是不共戴天，必须要拿走。那这一摊鱼货有手钓的、养殖的、进口的，这些手钓鱼的品质都还不错，钓到之后也保存得很好，当然价格也绝不会低。不同的渔法、不同的品质，本来就是不同的价格。这一摊直接把售价贴在鱼身上，这个做法很直观，对品质很有把握。这个海鲫鱼很大，这种尺寸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大到脸都变成金色的，我一时之间差点认不出来，惭愧惭愧，我被它脸上的金光闪到。我想说这个是金海鲫鱼吧？来人啊，给我带走！我感觉南部的黄鲫鱼啊、亲嘴龙蚺、石鲈这些鱼都超大，而且平均价格比宜兰便宜。这边有一摊卖高级的甲壳类，买一点进口的鳝虾，或者叫黑沟佩拉。这个上一次打鱼王翔哥有送我一只，蛮好吃的，难得看到一大堆就买了。这个口感介于龙虾跟粉红色的鳝虾之间。这里也有卖蓝色的花蟹，这种蓝色花蟹只有南部会看到活体，宜兰的花蟹是橘红色的那种锈斑蟹。这个是进口的虾菇，或者是说叫螳螂虾、皮虾，这个也很贵。我发现了一尾牛尾鱼，超大的，整尾硬邦邦、黏糊糊的。宜兰我有看过，但都很小，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差不多2公斤多，带走带走。这里有一尾很少见的黑干，还有驼背胡椒鲷，这都好东西，但是没有100分，我就忍痛放弃了。市场旁边的角落有个公秤，上面还有客诉专线，如果有消费争议的话可以申诉。你看这个红色的单子写偷斤减2触犯刑法，还有一个洗手台、洗手乳，摸完鱼把手洗一洗，超方便的。市场旁边这里全都是做代客料理的，我买了一些想要现场吃，有石斑鱼啊、海瓜子、金码头等等的，只有牛尾跟海鲫鱼带回家。代客料理的入口旁边有这个牌子，后面是渔会的销售中心，有卖冷冻鱼、零食等等的半成品。那我还弄了个水莲跟炒饭。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金面码头，这一尾不太大，做熟食就好。这个是半煎炸的方式，看得出来火候控制得非常好，标准的皮酥肉嫩。这个盘子里面还有鱼卵。刚刚鱼贩杀鱼的时候，我走开去买海瓜子，老板娘就自动帮我取下鱼卵，然后代客料理也自动帮我煎熟，我现在才看到有卵，所以这边的服务真的不错。码头的美味无需赘述，你看这个表层有一点酥酥恰恰的，里面都还是软嫩的。煎得很好的鱼，鱼鳍、鱼尾、鱼头都是可以吃的。如果早知道这一间炸得这么好呢，就跟鱼贩说不要去鱼鳞了。
这个是鳝虾，黑沟配辣，店家弄蒜蓉清蒸的。这种鳝虾个头看起来很大，但肉很少，只有1/3吧。这个有点像龙虾，也有点像大明虾。这壳很硬，抓着很刺，还好肉还蛮容易就剥下来了。弄一点膏，沾一点酱料一起吃。这个肉质比龙虾软一点，没有像龙虾那样要嚼很久，比粉红色那种鳝虾更紧弹，鲜甜味也很足，但依照单价来看，久久吃一次就可以了。因为这种虾壳很多很重，买大只明虾可能划算一点。这个虾头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两头尖尖的这一个里面都没有肉，纯粹造型很酷炫，如此而已。这个被刺到的话，手会流血，要小心。吃饱了回家处理鱼。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尾的牛尾鱼，它的头是扁的，两眼朝上，依照头的比例来看，嘴非常大，可能平时都趴在海底伏击经过的猎物。腹部整个是平的，像比目鱼一样是白的，颜色看起来也很像比目鱼。这种活动力弱的鱼通常都蛮好吃的，而且血很少，鱼味很淡，加热后肉质不紧不柴，调味好的话吃起来很舒服的。身体像一根棒子，背脊不发达，感觉没什么用。这里要注意，鳃盖末端有尖刺，剪鱼鳍的时候顺便剪掉，以免被刺到。每次去不同的鱼市场都有种寻宝的感觉，但有些鱼市场会让人觉得好像花一点时间或门路，你才能看到真正的好东西。有时候看到了你也不一定能买，或者一次要买一大堆，那会觉得非常失望。我一直想要往源头去探寻，甚至跟船出海，从来不是为了要贪便宜，而是通常渔获每一次的转手，鱼的品质就会跌落一次，只能自己想办法取得更好的。那这一次来蚵仔寮，一进去就看到很有兴趣的鱼，然后轻松的买到，就觉得很棒，不用为了想要拍片呢，硬买80分或是60分的鱼回去弄，不然有时候花了成本去某个鱼市场，结果买不到鱼，应该说买不到合乎期待的鱼，也没看到新事物，没学到新东西，就只能拍一个寂寞，很惨。沿着鳃盖骨把鱼头剪掉，刚好就是一个 V 字形。那长得像棒子的鱼，鱼骨都超硬的。切掉鱼头之后再来处理内脏，这样就可以平稳的放在砧板上弄，轻松方便许多。那之前提到蚵仔寮是有通过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统认证的。我上网查了一下蚵仔寮的严格，在2001年的时候，渔会遭遇了财务危机，被财政部接管。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大破大立，开始做各种的改革，不然要说服渔会啊、渔民啊、管理人员一起改变，恐怕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光是鱼的拍卖场里面不要抽烟、不嚼槟榔，烟灰不要到处乱弹，就没有渔港能确实要求做到了。群体的习惯一旦养成，要改太难，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观念想法的宣传与教育需要长时间不断的沟通与控管。这个鱼身体太长了，冰箱不好放，尾巴先切掉，用嘴把血吹出来。这个今天没有要吃，包起来放冰箱，短期的保存可以用保鲜膜，隔绝空气，避免氧化就好。冰箱的温度差不多7度以下就可以了，但只能放2天。这个海鲫鱼我弄过很多次，追尾算是目前最大的，中文正式名称是宽带腹框鲫鲈。不知道为何鱼的中文名称都要取得很饶舌，很难记，所以完全没有人会去记中文名字。这一次来高雄，预计带同学家住9天，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澎湖，跟渔船一起出海捕土托鱼。东北季风刚下来的时候去捕，风浪比较小，比较容易拍摄。
但是我也没白住这几天啦，去看了几个渔港，顺便买鱼回来。拍完影片就跟同学一起吃了，一个打工换住宿的概念。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一次准备得很充分，刀枪棍棒、照明灯具、摄影脚架都有带来。经过了2天，今天来吃鱼，我只有简单的用袋子包着，这个是最初没有那么讲究的做法，但是鱼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只是鱼的眼睛没有那么饱满了。所以买鱼的时候，如果眼睛是平的，或者是内缩了，通常就是放了一阵子。如果是灰白色的，但是是圆的、外凸的，可能就是眼睛碰到冰块、水晶体变色的缘故。鱼在买的时候，如果是100分，那处理之后冷藏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起来就会很像某些鱼摊位上面在卖的。所以有很多人会一直问说要如何挑鱼。很简单啦，你就是对比一下我一开始处理鱼的时候跟熟成完成打开切的时候的状态，说不定有一些鱼摊卖的鱼还没有我熟成过后的状态好，所以很容易分辨。你看这个肉色真漂亮，有一点点血，但是没有关系，喷点冰盐水就好了。这个是牛尾鱼，骨头超硬了，放了2天都还硬邦邦的。不知道有没有以形补形的效果。这个切法有一点像是河豚啊、石头鱼、活管，它可以平稳的放在砧盘上切，往下切到脊椎骨就停下来，转过来切腹肉以下的部分，这样子尾段就分开了，然后再用剪刀剪断脊椎骨跟腹骨的连接处。超简单的，这样就取肉完成了。另外一边也一样，主要是这个鱼大小适中，容易处理。但这种切法，鱼骨上会残留很多肉，那鱼骨就剪断来煮汤，上面的肉也可以吃一吃。腹部的那一片外皮很硬，单独切下来可以用干煎的。腹膜切掉，中间的鱼刺拔出来，前段切块红烧，后段留作生鱼片。再示范一次去除腹骨的部分，像这样子，刀面慢慢的转平，鱼刺拔掉，拉掉鱼皮就可以切片了。每隔一段时间订阅数增加一些，或者是有某部片观看突然增长，就会有新观众私讯来问关于自制生鱼片的各种问题。那人的习惯好像是比较喜欢看新的影片，旧的影片就不太会回去看，所以我很犹豫呢，要不要把以前讲过的东西在新的影片里再说一遍，或者是跟那些新观众说，你不会自己回去看旧片哦。当然语气没有这么强悍啦，但再怎么委婉呢，也就是这一个意思。如果你不想看我做的影片，那你就不算是我的观众，对吧？那我们的关系就算是陌生人。那我为什么要回答一个陌生人的问题呢？这是一部稍长的影片，通常能一路看到最后面的人，要么睡着了，要么是真爱，所以我加了一点语气强硬的东西，影响应该不大，对吧？我总算把时间都撸完了。今天后段没有试吃的画面，我不想残酷你。南部渔港与澎湖系列还有5部片，后面再试吃给大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